去年夏天，我在泰国清迈的一座山林寺院里，经历了一次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的奇遇。那天黄昏，我正在寺院里静静的禅修，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笑声时高时低，听起来既不像是有人在聊天，也不像是在看什么搞笑的视频。我好奇地循着声走去，发现声音来自一个小竹屋。透过竹壁的缝隙，我看到了让我一辈子难忘的景象。一位50-60岁的僧人正盘腿坐在蒲团上仰天大笑，他的笑声有节奏有层次，从低沉的呵呵到清脆的哈哈，从温柔的嘻嘻到豪放的哈哈。最神奇的是，他的表情既专注又放松，既严肃又快乐，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非常神圣的仪式。然后我问寺院的住持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那个僧人叫龙坡松差，是泰国北部笑禅传统的传承者，他正在修习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法门——笑禅。住持说，你别看他在笑，这可是最严肃的修行。在我们的传统中，笑不仅能够净化心灵，还能够直接触及佛的本质，因为佛性的本身就是喜悦的、自在的、无条件快乐的。接下来的2个星期，我有幸跟随龙坡松差学习了这个在泰国秘密传承了数百年的奇特修行方法。今天我要把这个看似荒诞却无比有效的古老智慧完整的分享给大家。相信我，当你真正理解和体验了笑禅的奥秘以后，你会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可以成为修行的道路，解脱真的可以通过笑声所得。笑禅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有古老和深刻的多了。根据阿赞颂差介绍，笑禅起源于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泰国有几个鼎盛王朝，分别是5大王朝，有羌散、素可泰、乌统、阿尤他亚，还有至今的拉达那沟辛，也就是曼谷王朝。在素可泰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微笑行者的游方僧，他发现传统的苦修方法虽然能够获得解脱，但过程往往痛苦还有漫长。这个微笑行者有一个革命性的洞察，他想到，既然佛性本质是喜悦的，那为什么不能通过培养喜悦来直接接触佛性呢？于是他开始实验各种引发内在快乐的方法，最终发展出了系统的笑禅修行。在一开始的时候，其他僧侣对这个方法很有争议，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修行应该是严肃的、内敛的。但是微笑行者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笑禅不仅不会降低修行的严谨性，反而能够更快地达到内心的平静还有智慧。笑禅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法华经》的一个著名的故事，它讲的是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迦叶尊者会心一笑，佛陀说：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来源。接着他告诉我，佛陀的微笑不是普通的笑，而是对宇宙真理的直接体验。当我们学会用这种质量的笑容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佛陀那一刻的境界。而在泰北的一些森林寺院中，笑禅被秘密传承了700多年。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实修方法，包括7种不同的笑声类型，每一种都对应不同的心理和生理效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赞颂差告诉我的一个现代故事。他给我讲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诺曼·卡辛斯，他患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医生说他只有1/500的康复机会。在绝望中，卡辛斯开始每天看一些喜剧电影，进行笑疗法。而让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真的康复了。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疾病的解剖》，详细记录了笑声的治疗过程。龙坡颂差告诉我说，你看，这就是西方人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发现了我们祖先早就知道的智慧。
笑声是最好的药物，而快乐是最直接的修行。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更是证实了笑禅的科学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大笑能够释放内啡肽、多巴胺等快乐激素，同时它能帮我们降低压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持续地练习笑声，它能够帮我们重新编程大脑，让快乐成为默认的心理状态。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则发现，笑声能够激活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这个区域负责创造力、洞察力，还有高级的认知功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笑禅修行者往往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觉察力。但是龙婆颂差提醒我，科学只能解释笑声的表面机制，真正的笑禅奥秘在于，当你学会无条件的微笑时，你就学会了无条件的爱，而无条件的爱就是佛性的直接体现。在笑禅的传统中，不同的笑声对应着不同的内在状态，还有治疗效果。龙婆颂差教会了我7种笑声，每一种都是特别的修行意义。第一种是肚子笑，这是最基础的笑声，它来自于我们丹田的深处。发声的时候，要让笑声从腹部涌出，然后震动整个腹腔。这种笑声能够激活消化系统，缓解我们的焦虑还有抑郁。龙婆颂差告诉我说，肚子笑是根基之笑，它连接的是我们和大地的能量。当你感觉到没有根基、飘飘然的时候，就用肚子笑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第二种笑是心脏笑，这种笑声来自于胸部，温暖而有感染力。发音的时候，我们要感受笑声在我们胸腔里的共鸣，就像心跳在跳动一样。这种笑声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轮，增强我们的慈悲心和爱的能力。第三种是喉咙笑，这是一种清脆明亮的笑声，来自于喉咙部位，它能够帮我们净化喉轮，改善我们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经常练习喉咙笑的人，声音会变得更加动听，说话更有说服力。第四种是鼻音笑，这种笑声带有鼻音，听起来像是在哼唱，它能够激活我们头部的震动，改善专注力还有记忆力。很多研究学术的修行者特别喜欢这种笑声。第五种是沉默笑，这是最高级的笑声，是没有声音的笑，只有表情和内在的喜悦，但是不发出任何声音。这种笑声能够培养内在的宁静和深度的喜悦。第六种是疯狂笑，这种笑声完全放开，像小孩子一样尽情的笑，不顾形象，不管别人的看法。它能帮我们释放深层的压抑还有恐惧，恢复天真还有自然。龙婆颂差特别强调，疯狂笑是有勇气的，它也叫勇气之笑。在这个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正常的社会里，能够疯狂的笑本身就是一种解脱。第七种叫慈悲笑，这是最深层的笑声，既包含了理解，也包含了接纳。当你看到生命的荒诞和美好的时候，会自然发出这种笑声。当你掌握了慈悲笑，你就掌握了笑禅的精髓。你能够对自己的错误微笑，对别人的缺点微笑，对生命的无常微笑。这不是冷漠，而是最深的智慧。每种笑声都有其特定的练习方法，还有适合它的场合。在完整的笑禅修行中，我们修行者要学会根据内在状态和外在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笑声。现在我来传授龙婆颂差教我的完整笑禅修行方法。这套方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需要持续的练习才能掌握它的精髓。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准备环境，还有我们的心理调试，选择一个完全私密的空间，确保不会被打扰。因为笑禅需要完全的放松还有自然，任何的羞耻感或者担心都会阻碍效果。然后我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或者是盘腿坐在垫子上，怎么做都可以。脊椎自然挺直，双手轻松地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然后进行3次深呼吸。每次呼气的时候，想象所有的紧张、焦虑还有严肃
都随着气息离开身体。第3次呼气以后，在心中设定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可以是我准备让快乐自然的流淌，我允许自己无条件的快乐。然后回忆生命中最快乐的几个时刻，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游戏，可能是恋爱时的甜蜜，可能是成功时的喜悦。不要分析为什么快乐，只是重新体验那种纯粹的喜悦感。不要去想它有没有意义，让这种喜悦感在胸中慢慢扩散，就像阳光照进了心房。当你感受到内心有一丝微笑的冲动的时候，那么就开始准备正式的修行吧。第2个阶段是基础的笑声训练，我们要从最简单的肚子笑开始，把双手放在腹部，深吸一口气，然后发出哈哈的笑声。最重要的是，这个笑声啊，你不要去给它赋予一个好笑的意义。一开始我们只需要机械性的发出笑声，让我们的身体先习惯这种震动。每一种笑声我们练习2分钟左右。刚才是肚子笑，保持2分钟以后，接着是心脏笑，就是呵呵呵这种声音，然后摸着胸口，感受胸腔的震动，感受你胸部的温暖，想象着你的心脏在微笑。然后是你的喉咙笑，嘿嘿嘿，感受喉咙的震动，还有它的清脆，想象着声音就像银铃般清澈。然后是鼻音笑，闭着嘴发出哼笑声，来感受头部的震动。最后一个是混合笑声，你可以自由地结合不同的笑声，找到最自然的节奏。龙波颂差特别强调告诉我说，开始的时候笑声一定是假的，但是你的身体不知道真假。当你的身体习惯了笑的生理状态，真正的快乐就会自然地产生了。这个阶段我们要好好练习，练习熟练以后，我们进入第3个阶段，也就是深度禅笑。当我们熟悉了刚才那些基础的笑声以后，那么就开始进入深度的笑禅状态。为什么称之为笑禅啊？因为它也是一种禅修。这个阶段的关键是无条件的笑，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外在的刺激，纯粹因为存在本身而笑。我知道大家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奇怪，甚至有一些抗拒，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被社会规训成只有在应该笑的时候才笑。但是在笑禅中，我们要学会因为生命本身的奇迹而笑。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刚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感觉非常好奇有趣。你笑自己有2只眼睛，多么奇怪的设计啊！你笑自己的心脏在跳动，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机器。笑自己大脑会思考，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力啊！你笑这个叫做人生的游戏，多么荒诞又美好。让笑声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没有理由。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就像突然放下了背负已久的重担。当你在有声的笑声中充分的释放以后，逐渐的让笑声变小，最后完全停止发声，但是保持你的笑这个内在的状态。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沉默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充满喜悦，但是没有声音。在这种状态中，你会发现一种深度的宁静还有满足，这就是笑禅的最高境界。在沉默笑当中，你要观察自己内心的状态，问问自己还有什么烦恼吗？还有什么恐惧吗？还有什么愤怒吗？你会发现在真正的快乐状态当中，这些负面情绪根本无法生存。笑禅不是压抑他们，而是让他们能够自然地消融在快乐的光明当中。最后一个阶段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笑。想象你生命中那些让你感到困扰的人或者事儿，比如那个总是 PUA 你的同事，或者是那个在你心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让你某个非常失望的朋友。然后与此同时，不要试图改变这些情况，
而是带着理解和慈悲，对着他们微笑，想象每一个问题都是生命给你的礼物，每一个困难都是你成长的机会。当你能够对生命的一切，包括痛苦还有挫折，都报以慈悲的微笑时，你就达到了笑禅的究竟境界。最后的阶段是回向，还有收功。我们慢慢的让笑容淡化，但是保持内心的喜悦感。双手合十，然后放在胸前，在心中回向，愿我刚才产生的快乐和喜悦能够传播给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众生都能体验到无条件的快乐，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在笑声中找到解脱。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轻轻活动一下手指还有脚趾，起身的时候尽量保持内心的喜悦还有轻松，让这种状态延续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真正的笑禅修行者，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心中也会有一丝微笑。这不是在抗拒痛苦，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度理解，就是无常。既然一切都是无常的，何不用微笑面对呢？笑禅的效果不仅在传统的修行当中得到过验证，现代的科学研究也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日本的研究发现，大笑能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直接攻击癌细胞还有病毒感染细胞。经常练习笑禅的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比普通人高出将近50%。而美国心脏病协会的研究表明，每天大笑15分钟，能够消耗10到40卡路里的热量，相当于我们快走几分钟。更重要的是，笑声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减少我们心脏病的风险。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笑声能够激活大脑的奖励中心，释放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还有血清素，这些快乐化学物质的效果比很多抗抑郁的药物都要显著。更神奇的是，即使是假笑也能产生真实的生理效果。加州大学的实验表明，当参与者被要求做微笑的表情，即便他心情并不好，那么他的大脑也会开始分泌快乐的激素。心理学也有一定支持啊。耶鲁大学的长期研究发现，经常大笑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比普通人低67%，焦虑症的概率降低45%。笑声似乎是天然的心理保护机制。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包括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表明，经常微笑和大笑的人在工作当中更受欢迎，更容易获得升职的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领导力评分也显著更高，因为笑声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一个人的真诚笑声能够影响到周围3米范围内的所有人，让他们的心情都能变得更好。一白对这些研究的评价是，科学只是证实了我们祖先早就知道的智慧，但真正的笑禅价值不在于健康或者是成功，而在于它能够直接揭示生命的本质，也就是存在本身就是喜悦的。在那2个星期的修行当中，我经历了一些令人震撼的转变，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感觉非常别扭。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修行者，突然要求我无缘无故的大笑，简直是对我修行形象的一种挑战。所以在一开始，我的练习效果很差，我的笑声非常僵硬，因为我的内心是抗拒的。但是师父告诉我，你的抗拒本身就非常可笑。他说，你看，连快乐都要经过理性的审批，这不是很滑稽很好笑吗？这句话突然就点醒了我，我开始对自己那种刻意的严肃劲儿感到非常的可笑。当我放下了身份这层标签以后，我就开始笑得游刃有余了。在笑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和我朋友们一起傻笑的情景，那一刻好像真正的快乐涌了上来。我发现自己真的是在无缘无故的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非常久违。又过了几天，我进入了一种挺奇特的状态，每天和同修一起练笑禅成了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时光。因为在笑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在某一天我练习沉默笑的时候，我突然顿悟了一个道理，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要寻找快乐的理由，却忘了快乐本身它不需要理由。我们生命的本身就应该庆祝，它本身就是奇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快乐赋予一个意义、一个理由呢？当我把内心的沉默笑变成一种内在喜悦的时候，它开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以前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处理问题的模式，但是现在我学会了先对问题微笑，然后再去处理它。这种态度的转变让问题变得不再那么沉重了，解决的方案也更容易找到。我记得是在第10天还是第12天，我体验到了慈悲笑的真正含义。那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不是男女之情，而是关于背叛。按照练习的要求，我开始试着对这段记忆微笑。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甚至是逃避的，但是慢慢的我开始看到那个人行为背后的恐惧还有痛苦。我意识到伤害别人的人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人。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同情，是真诚的同情，甚至感谢他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我通过笑声完成了那种从怨恨到慈悲的转变，没有说教，没有强迫，只是自然的理解和宽恕。因为真正的笑禅不是逃避痛苦，而是转化痛苦。笑禅完全可以融入我们现代人的忙碌生活，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比如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在洗手间或者安静的会议室里进行简短的笑声练习，特别是在某个重要的会议之前，它能帮我们快速调整状态，增强我们的自信。如果你也失眠的话，那么不妨试一试把笑禅代替睡前刷手机的习惯，然后进行轻柔的笑禅练习。它能帮我们释放一天的压力，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建议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试着笑禅，为新的一天设定积极的情绪，就是一个你的基调，你的底调。今天一天你究竟想怎么过呢？快乐的过，毋庸置疑。那么就用快乐作为开始吧。有的人开车有路怒，动不动就对同行的司机大喊大叫。我们可以尝试着在车里进行无声的沉默笑，这样既不会影响别人，又能改善我们的心情。当你把笑禅融入到生活的点滴当中，你会发现你可以原谅很多事儿，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它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消极。比如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心里进行慈悲笑，它能快速地帮我们化解负面的情绪，从而你快乐了，就会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那么不要忘了，所有人都喜欢和喜悦的人做生意。而在面试前、演讲前、约会前、生病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笑禅来面对这一切。笑禅有几个注意事项，比如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要选择完全私密的环境，这要避免我们的羞耻感，从而影响我们笑禅的效果。然后不要期待立刻的真实快乐，我们要先从机械性的练习开始，让你的身体产生肌肉记忆。如果你感觉到非常抗拒，那么对抗拒本身微笑吧。坚持每天练习，至少持续21天才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配合轻柔的音乐，它可以帮我们增强练习的效果，或者是尝试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练习，比如公园啊、海边啊、山林啊都可以。然后学习观察不同笑声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影响。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微笑的习惯，这也是一种时刻觉知。最后一白想说的是，笑禅的最高境界不是时刻在笑，而是即使不笑的时候，心中也能保持着笑的品质。什么品质呢？是轻松、接纳、充满爱意。笑禅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修行的技术，更是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
在这个充满压力和焦虑的时代，我们太习惯于严肃地对待一切了，仿佛只有痛苦才是深刻的，只有严肃才是有意义的。但是笑禅告诉我们，快乐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喜悦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当你真正掌握了笑禅，你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有值得微笑的理由。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路过的一只小狗，朋友的一个微信，甚至是堵车的无奈，这一切都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因为快乐的源泉始终在你心里。愿每一个学习笑禅的朋友都能够在笑声中找到内心的自由，在快乐中发现生命的真谛。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在茶馆里听到奇怪笑声的主人，专业的修行，快乐的生活。下一个视频我会为大家介绍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东南亚修行秘法，敬请期待。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会心一笑，请点赞分享，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快乐的修行法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快乐体验吧，让我们一起在笑声中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记住，生命太短暂，不值得我们太严肃，让我们一起笑着修行，笑着生活，笑着解脱。